开宗明义，我认为彩礼就是底层腐败的象征。Hello， 大家好，我是叶绿绿。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下彩礼，因为这段时间我在去年12月底发的那一期彩礼的视频获得了很多的播放，各地的网友都在留言去讨论彩礼究竟是什么，他们那里的彩礼是个什么情况。甚至因为谈论彩礼的这个事情，江西老表也变成了一个热梗，意思就是江西的女孩子要的彩礼非常的高，然后江西老表就成了一种为了结婚可以不惜一切这样一个形象。这其中背后的原因，我在那个视频里也解释过，江西的男女比例是非常惊人的，可以达到100比130的样子。那么今天为什么又要谈彩礼呢？是因为我最近有一些非常新的思考，可以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开宗明义，我认为彩礼就是底层腐败的象征。为什么说彩礼是一种腐败呢？我们今天分成4个部分来聊一下这个事情。上一期做了有关罗素分享他的幸福之路的一个话题，说了10条关于追求幸福的一些方法。其实这个罗素伯爵跟中国也是非常有渊源的。他在1920年的时候以学者的身份在中国的湖南进行了1年的这种讲学和游历，他对中国的观察后来写成了一本书，叫做《中国问题》。书里面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他在中国这1年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对中国的一些看法和观察。关于这本书的具体内容，咱们回头有时间了我再跟大家分享。今天呢，只介绍其中一个非常炸裂的观点，去聊聊彩礼这个问题。罗素在中国问题里面提到，根据他的观察，中国人有3个缺点，分别是贪婪、怯懦和冷漠。他对贪婪的解释是，中国人无法抵挡贿赂的诱惑，所以非常容易滋生腐败。腐败这个事儿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搞了10多年的这种反贪反腐，打苍蝇也打老虎的这个运动，到今天为止还是屡禁不绝。甚至在大家的印象里面，所有有权有势有官有爵的人基本上就没有抵挡贿赂这一说，只是说多与少的问题。但是这个贪婪啊、行贿啊、腐败啊，它跟彩礼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个亲人生病了，重病，马上要进行手术，但是主刀的大夫我们不是很熟悉，也不知道他究竟有没有能力把这场手术拿下来，于是我们就家里面人商量商量，然后凑出一个大红包，趁这个医生单独待在办公室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红包送上去，告诉医生务必做一场完美的手术，救救我们的亲人。你看，在这个例子里面，医生并没有向病人的亲属去索要红包，但是病人的亲属认为这样是必要的，否则这个手术一定是不完美的。另外一个例子来自我的工作经验，因为我早年间帮一些景区去做宣传策划，那个时候流行一句话叫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很多地方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呀，跟当地的自然风光结合起来，去吸引游客，然后增加 GDP。那么当地的旅游局或者旅游投资公司为了扩大它的经营范围、影响范围，就会找一些相应的旅游人口输出地的城市去做宣传。那我当时待的那个地方正好就是一个旅游人口输出地，所以说景区必须要在那个城市去做宣传，才能引来更多的游客。我当时服务的一个老板，每次接到一个大活都要给甲方去留20%到25%的利润当做回扣。我非常不理解的是，我们一个项目干下来，扣除20%的回扣的话，我们只剩了10%的利润，对于我们的公司经营以及团队的士气是非常大的影响。可是呢，老板告诉我，你要想接下这个活，这20%的利润你是必须要牺牲的，没有办法。当然，除了这个20%的回扣之外，还有甲方来考察的一些接待的费用，也是由项目的经费里面出。所以其实真正能花到项目上的费用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我们要留足我们自己的利润，还要保证这个活干得漂亮。至于项目最后呈现的效果如何，那只能叫这些拿回扣的甲方去跟他的领导去解释了。你看，通过以上2个例子，我们都能看到上位者其实是那个接受回扣、接受贿赂的那一方，下位者反而是干活的、最终出力的那一方。但是下位者都有一个心思，就是说，如果不塞红包，这场手术能做好吗？如果我们不拿出20%的利润做回扣，那么这个项目能轮到我们吗？你把这个话置换到彩礼这个事情上，如果说不给彩礼的话，那我们往后的日子还能过吗？很明显了，在谈婚论嫁这个关系里面，女方显然是那个上位者，而男方是那个下位者。上位者就算不说要彩礼，下位者也一定会给彩礼，因为大家都有一个习惯，如果这个彩礼钱不给的话，这个事儿肯定就成不了，将来的事儿会更麻烦。
我们从小就看《西游记》，孙悟空拿着金箍棒降妖除魔，我们长大了也希望自己可以像孙悟空一样，提着棒子满世界去对付邪恶势力。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都是笼子里面的猴子，根本就没有金箍棒。可是比猴子没有金箍棒这个事儿更现实的情况是，在笼子里面长起来的鸟认为飞翔是一种病，我们非得给彩礼，非得塞红包，非得让甲方吃回扣，就是认为公平正义以及做好本分这件事情有病。我们天然的认为，做医生的不拿红包，一定是不给病人好好做手术的。作为甲方，如果不吃回扣，我们就接不到这个活。结婚如果没有彩礼，往后的日子他就没法过。所以在这个腐败成瘾的社会里面，下位者往往认为自己行贿去诱惑上位者的这个行为是一种乞求，而上位者认为自己不用抵挡诱惑，收受贿赂这件事情是一种恩赐。久而久之，大家都成了那个笼子里面长起来的鸟，认为别人不行贿，认为别人不给彩礼，反而是脑子有病。我们通常把这种双方都乐意的时候达成的共识叫做约定俗成，但是我更想称之为道德崩坏。因为在一个道德崩坏、毫无秩序的社会里面，其实双方都是在猜测对方的想法，都按照自己所猜测的对方的那个想法来行事。这种猜测其实是一个无底洞，因为人性是经不起审视的，你越审视，你就会越觉得黑暗。这个要怎么来理解呢？假如说有一个外国姑娘跟中国小伙结婚了，人外国姑娘不要彩礼，这个时候中国人就会觉得这娘们儿怎么这么傻呢？她怎么能不要彩礼呢？明明他可以敲一笔的，他为什么不要呢？他是不是有其他的企图啊？如果照应到这2年的风气的话，就会有人怀疑，这个外国姑娘是不是来挑起我们民族矛盾的啊？她是不是间谍呀？如果你把这个外国姑娘换成一个中国姑娘，中国姑娘如果不要彩礼的话，那这个事情更大了。首先，男方会怀疑这个姑娘是不是一个二手货，是不是离过婚带过孩子，还是什么身体不好有犯罪记录等等。除了男方的猜忌和怀疑，女方自己这边的人也会戳脊梁骨，说你这个姑娘你怎么这么傻？你以为结婚过日子真的是奔着爱情去的吗？等你以后洗衣做饭带孩子伺候公公婆婆的时候，你就知道不要彩礼是多么的蠢。除此之外，邻里故交也会对他颇有微词。你看那谁谁谁家的姑娘坏了行情了，这以后我们这个村我们这个社区我们这栋楼这姑娘还怎么出嫁呀？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好汤。到头来，不管是男方女方还是邻里故交，大家都会得出同一个结论，说这个姑娘她怎么就这么贱呢？这个贱字儿一语双关，一是说这个姑娘卖出去的价格贱，第二个贱呢是说她的人格是真的贱。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有些言辞比较激烈的人说彩礼就是卖姑娘，本质上来说是没有错的，他就是卖姑娘。其实我觉得吧，在一段婚姻关系里面，不管是上位者、下位者还是旁观者当中，最贱的恰恰是那个下位者，也就是付彩礼的男方。他们认为只有我付出了真金白银，才能获得女方的知遇之恩，但是实际上背后潜藏的是，我这个真金白银付出来，确实是要让你跟我之间形成一种等价交换，你就是要来在我男方生育、带孩子、洗衣做饭、伺候公婆、伺候男人。可是呢，这种一个敢给一个敢要的等价交换，事实上对双方的人性和道德都形成了非常强烈的摧残和折磨。为了大家方便理解，我们来模拟一下这个情景。假设说男方拿出来了10万的彩礼去给到女方，女方在那儿猜说怎么才10万呀，怎么才这么一点点，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家？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家姑娘不值20万？这也是普遍存在的情况，也是彩礼之所以水涨船高的主要原因。那么假设男方一次性拿出了30万，比20万还多10万，女方就在那里说了，哎呀，他怎么拿出这么多呀？他实在是高估了我们这个姑娘的价值，会不会婚后对我们姑娘提出什么非分的要求啊？我还是给他退回去10万吧，要不永远在他们家面前抬不起头。另一头，假设说男方没有开口，让女方去开价，女方如果开了个30万，男方这边就想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你啥姑娘啊，一次就要30万。女方开少了其实也不行，比如说正好开到20万，刚好开在男方的心坎里面，他刚好就有这么多钱，男方就在那儿琢磨了，这怎么一口价就要到我心坎里了？还是贱。你看，就在这个双方之间都在揣摩对方心思的这个过程里面，对人的人性和道德难道不是一种摧残和折磨吗？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其实就是我们相信金钱的等价交换是可以衡量爱情的。
本质上，我们认为爱情这件事情无关紧要，情感链接这件事情无关紧要。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民族的大部分人不相信情感可以作为婚姻和爱情的纽带，而只有利益可以撬动人性。久而久之呢，彩礼这个事情就成了代代相传的婚姻必备品。事实上，我们的父辈大部分也都是相亲付彩礼，谈妥了然后才结合的。我们的父辈的父辈也是这种模式。中国人说话不是喜欢说自古以来吗？那我们就借用这个自古以来来说这件事情。我们自古以来就没有因爱结合的范例和传统，所以把约定俗成和道德崩坏当成了传统。自此以后，健康的情感模式将无法再继续传承。至少在我能预见的未来当中，我的子代以及子代的子代，他们仍然会沿用我们目前的婚姻模式，也就是只有付了彩礼才能取得理得，嫁得心安。很多次听人聊过这个婚姻的本质是什么，组成社会的最小共同体呀，个体的避风港啊等等，这些说的都对。可是我觉得中国这个婚姻家庭的本质可能比大家想象的都要更复杂一些。比如说我经常看一些短视频的内容，会有那种记者随机采访上年纪的一些夫妻，采访这个男人的时候说，你们的婚姻你觉得妻子给你带来了什么？男的一般就笑笑啊，他给我生孩子啊，或者说他帮我经营这个家。然后问这个女方的时候，女的一般都只有一句话，我要是不嫁给他，我会过得比现在好。然后记者再追问一句，为什么呢？然后这个女的就会说，我嫁给他可把这人世间的苦都给吃了一遍，我嫁给你就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当然无一例外，这些家庭的男人都算不得成功，每一个人都是连滚带爬的走到了今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这样子的采访视频。其实有些话我可能在这里描述的不够那么真切，不够那么生动，但我看那些视频的时候，我咬着后槽牙看完的，因为那些女士、大妈、大姐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听的其实是心里头默默的流下了眼泪。我不知道一个人受了多大的委屈，或者说这一辈子受了多大的罪，才能在那一瞬间说出这么恶毒的话。有一句话是说，这个世界是由男性来统治的，但是这个世界的底层是由女性来统治的。这句话放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其实是非常的准确的。我们的高层，不管是大公司还是什么大领导云集的场合里面，很少能见到女性的身影。从这个表象就可以看出来，高的地方确实是由男性说了算的，他统治着一切，支配着一切。但是组成这个社会的最小单位，每一个家庭里面，女人说了算。无论夫妻俩今天是不是财政独立，随着日子的推移，往后其实都是女人说了算。过去一直都有一个话流行，是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站着一个无微不至的女人。不是社会上也有很多很成功的人士在说吗？我的成功有赖于我的妻子。还有人说，你把家里面的财政大权，各种各样的事情交给你老婆去处理，你们的家庭从此以后就蒸蒸日上，会比别人都好。这个话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证伪，但是事实上大部分家庭确实是这样子的。所以那我们的男人在干什么呢？我们总是在讲男性因为身材大力气大，每一个家庭的男人都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去保护孩子，保护女人。可是呢，现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可每一个期望男人保护自己保护家庭的女人，可能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这个男人他大概率连自己的电动车都保不住。所以你看，中国家庭的婚姻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一群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的主，在底层互相伤害，在家庭内部互相伤害。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年轻人对待彩礼的态度。男生一般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娶她？我为什么要付彩礼？江西老表应付彩礼38万8，我如果把这些钱拿出来去嫖娼，我也能幸福个10好几年。女生对待彩礼的态度可能就相对更暧昧一些。比如说前段时间爆火网络的《王婆说媒》里头，每一个姑娘站在台上都报出了自己相应的彩礼价格。你会发现她们在报这个价格的同时，已经开始在脑袋里面规划好了自己不曾拥有过的财富要怎么去支配。而且这种规划和索取都是非常理性的，他会根据自身的条件、对方的条件去开这个价格。这里插一嘴，我觉得那个王婆说媒的形式特别像雷德利·斯科特的一部电影叫《决斗士》，那里面的男主被当作奴隶去贩卖的时候，买家会看他的牙齿。这个事情放在传统中国的话叫做插草带寿，后背插把草，卖孩子卖女人都用得上。你看，不管是男生扬言要去嫖娼，还是女生在那里开价，事实上两种年轻人的想法都是非常邪恶的存在。
可是用一种邪恶的观念去反抗另一种邪恶的观念，这不就是一种万劫不复的复仇心态吗？我们看香港电影黄金时期的黑帮片，里面都会有一句台词叫做冤冤相报何时了。其实核心意思就是说，过去那个冤冤相报复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新时代的人一定要接纳现代的文明的观念，我们要放下仇恨，去过属于自己的人生。可是呢，这种索要彩礼以及反抗彩礼的方法，依然是一种前现代的人与人之间冤冤相报的模式。这不禁让人有些怀疑，我们这个民族究竟能不能学会现代化？我们究竟能不能受到现代文明的洗礼？话说回来，我们这个民族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我们愿意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零和博弈都包装出礼的成分。比如说，你家结婚了，我要给你们家去随礼；我家结婚了，你得把这个礼再给我随过来，而且你随的跟我随的这个金额得一模一样大。我们这个随礼的方式，恰恰是违背了礼的本意。那么你用这个再带到彩礼这个方向上去想，彩礼是不是一种精心包装过的零和博弈？当然，我对于年轻人的智慧还是充满了希望的，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参加了一场婚礼，人家没有设这个礼桌。后来我问是怎么一回事，我这个朋友就告诉我，我们双方都没有收礼金，我们收到祝福就已经很开心了，礼不礼的没有关系。在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看港片看到结尾的心酸与悲壮。那个大哥口吐鲜血，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结束了好几代人的腥风血雨和复仇。我这个朋友也是一样的，所有的礼在他这个婚礼上都终结了，你不用给我随，我到时候也不用给你随，大家都把钱省下来，从此以后就洒脱的去做一个现代的文明的人。别忘了点赞、留言、转发，再见。